101垂直马拉松，以前叫做台北101国际登高赛，是1年1次，你可以从1楼靠双脚爬上101的活动。那每年到了报名的时候，系统开放没多久，名额就会被秒杀，非常难抢。那前阵子呢，我收到 CP 大大的邀请，他问说有没有兴趣跟他们 UP 的团体组去爬个101。那我想说机会难得，还不用自己出钱，就马上答应了。那比赛当天中午左右搭捷运到101，我们团体组是在下午，早上则是精英组和个人挑战组。那身为一个台北人，想到要参加这个活动，从1楼爬楼梯上101，感觉就还挺新鲜的。现场超热闹的，好像总共有5000多个人参加，比我想象中的多很多。现场能顺利消化这些人潮也是蛮神奇的。我到现场之后，先在附近晃了一下，靠信义路这边有一些官方的摊位，有运动按摩、步态分析之类的，也有水站可以喝水。这边最多人排队的是奖牌雷射雕刻，可以把你的名字和完赛时间用雷射雕刻机刻在完赛奖牌上面，费用是100元。那盈余会捐出做公益这样子。在101大楼的另外一侧，靠近水舞广场这边，则是很多厂商的摊位，有吃的、喝的，有运动相关的。这边的人潮也是超级多，应该是我在101看过最多人的时候了，有够热闹。101垂直马拉松这个活动本来就已经很热门了，毕竟爬楼梯上101的机会难得，加上前阵子 Alex 徒手攀爬101这个大事件的推波助澜，让这个101的活动热度又再更高了一些。你跟别人说要去爬101，别人说不定还以为你要爬外墙。随意逛了一下之后，就到 UP 的摊位去找 CP 大大报到领号码布啦。因为我是团体组的，所以报到流程会跟个人组的不太一样。如果是报个人挑战组的，这部分可以去参考别人的影片。报到完换上活动衣服，比赛是没有规定要穿什么。不过 CP 说这件衣服你可能就只会穿这么一次，所以大家都还是乖乖穿上。之后我在附近闲晃了一下，这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左右了，现场的人还是超级多。这边排队要等候入场的选手还是多到爆炸，你排队等候进场和排队等电梯下楼离场领完赛物资花的时间可能都比爬楼梯的时间还长。不过我觉得这不太影响整个活动体验，整个流程都还算顺畅。因为人非常多，它起跑的方式是固定几秒钟放一个人进去，从过拱门开始计时，爬到88楼终点拱门花的时间就是你的成绩。其实以往的终点都是在露天的91楼，会比较有登顶的感觉。今年则是因为91楼在整修，所以终点改在88楼，少了3层楼，稍微有点可惜。如果想体验完整版的101，就要明年再来了。大概1点半左右 ，CP 大大就集合大家宣布一些事情。大家好，我是启斌，然后等一下今天就跟着我的旗帜这样子 ，OK。然后等一下大家不要紧张，因为我觉得大家太紧张了。好，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说等一下的时间。好，等一下就是我们先去体检，体检完呢，我们会回来大概还有大概20分钟，让大家可以去上厕所、放东西休息。然后我们会带到这个101的斜对面去做操。做操完大概2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对面等待进101比赛这样子。好，所以等一下回来还有大概20到25分钟，你们可以再准备一下。然后不要用的东西就放在这里这样子。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记得要带补给。如果没有补给，就是从这边拿这样子。OK， 补给是无限量供应这样子，那也不要吃少一点。好，那我们现在去体检，出发。首先要去做体检，会有一个体检表要填。体检会量血压、体温，还有大家觉得最难的关卡——平衡测验。测验方式是2脚前后站，成一直线，脚跟对脚尖，哪只脚在前，哪只脚在后无所谓。然后双手抱胸，等待口令，眼睛闭上，计时30秒。闭眼30秒，预备开始。总共会有3次机会，这个一定要在家先练习，不要以为很简单，真的有人是在这一关被刷掉。正常有练习过，应该是都没问题的。体检完会给你一个手环，这个不能掉。起跑前会检查，如果没有手环是没有办法出发的。不要再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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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拍2台，不要再拍了。有需要带外套的可以带外套，等下外套帮你拿回来。好，大家跟好前面的人。再来，我们就到101对面去做个暖身操。如果你想拼成绩，那暖身一定要做，不然突然就开始高强度运动是有可能会受伤的。OK， 来脖子的右边，伸展一下，伸展一下。准备好啊！好来，1、2、3，好。接着就是排队等待入场啊，现场会报号码，选手号码几号之前的选手可以入场这样。我们是团体组的，所以就会一起进去。
最后进去前会有个简单的安检，基本上你不能携带任何容易掉落的物品，包含水瓶、耳机、旗帜等等有的没的。背包也不能带，如果真的要带包，只能用贴身的小腰包，可以带毛巾擦汗。运动相机原则上是要固定在身上，物品管制大致上就是以不掉落和不影响其他选手为标准。毕竟楼梯间空间很小，人又很多。进来大厅之后就准备正式要开跑啦。我们由 CP 大大领跑，他是全村的希望。接着每过几秒会放一个人，就这样一直到队伍所有人都通过起点。过拱门之后就开始正式计时了。我这次是用颈带把相机固定在胸前，但没有想到爬楼梯动作比较大，所以画面比较晃，加上拍摄设定没有弄好，快门速度太快，导致画面出现黑条，整个观看体验非常差。所以我这边就把画面缩小一点来讲这一段。其实101登高赛比我预期的还要难，主要有2个点。第一是跨阶比较高，每一阶会比一般社区大楼的还要高一点，后面想要一次跨2阶也会更吃力。第二点是楼梯间人超级多，要一路跟别人借过找缝钻。还有一个事后想想是理所当然，但是比赛前完全没有料到的地方，就是人多到抓不到扶手。没抓扶手，你几乎只能靠腿力去撑。那抓扶手的话可以省一些力，但人真的很多，还要绕来绕去的，我几乎没抓到什么扶手。中间一些楼层会有水站和医护站、厕所之类的，所以有时候走一走也会刚好在转角处碰到从楼层间休息出来继续走的选手。总之就是人真的很多。再来就是比赛前听很多人说楼梯间超级闷热，其实我自己反而觉得还好。中间某些楼层甚至我还觉得蛮通风的。还有就是大家说扶手都是汗很湿滑这件事，我也觉得还好。一开始我有戴手套，后来觉得反正也抓不太到扶手，所以就把手套给脱了，不然手很热。那直接赤手去抓扶手，后来也觉得还好，没有大家说的湿滑。工作人员都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擦拭清洁，所以戴不戴手套，我觉得主要是看你在不在意一堆人的手汗沾过那个扶手。止滑这部分我倒觉得是还好。那你真的想要刷时间的话，我这边可以给几个建议。第一个当然就是赛前要训练，这个比赛其实非常硬核，同时吃你的极限心肺能力还有肌力。没有练的话，腿一定是撑不了多久就烧起来了。再来是千万不要用跑的，除非你是精英选手。但精英选手也不是在这边看我影片就是了。我们一般人的体能根本没那么好，上楼梯用跑的一下就爆了，不是喘不过气来，就是腿酸到走不动，这样效益太低。最好的方式就是快步走，尽量用一个自己可以一直维持的速度往上爬，不要忽快忽慢，稳稳的爬。有扶手尽量抓扶手，用上肢的力气把自己往上拉，减少对腿的负担。认真爬的话，体感会很痛苦，毕竟这是一个很高强度的运动。我从开始爬之后，心率就直接飙到180以上，最后进终点的时候，心率甚至到了夸张的194。最后我的完赛时间是17分37秒，比我原先预计的慢了一些，有点太高估自己了。那这时候 CP 大大早就已经爬完了，他应该是17分整。跟我同时进终点的还有队上的山友莫名，是个超强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就是队上的 Sub18 3人组。完赛之后，因为88楼的空间有限，就会被工作人员引导去搭电梯下楼。到1楼之后要排队领完赛物资，因为人非常多，所以这边排了很久，现场人龙像贪食蛇一样。那在排队的时候，101董事长贾永杰还在现场跟大家拍照。这一趴我忘了录影，不过我也有跟贾董合照到，运气不错。最后就是领物资，拿了一大堆的东西，用提袋一个一个装，超多东西。我还听到后面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很像难民。好累哦，我觉得比想象中难。有，就是我觉得跨阶很大，然后人很多，人多真的是比较麻烦的一点，一直闪，超多人。后面靠小白帮忙破风，我们2个一起在那边喊不好意思借过，因为一直被挡住，最后10层楼。大家借过会往旁边闪，还是找中间？还是要钻啊，因为大家已经呛掉了，大家没力了，大家要累到呛掉，想闪也没有力气闪。你超轻松的啊！你在干嘛？你有没有努力啊？这样看起来太丑。我来吃东西。你不觉得我们拿这么多很像难民吗？总之，除了爬楼梯很累这回事之外，整个活动体验是还蛮好的。不过人真的很多，进场散场都要排队。但刚好这次有一堆认识的人边聊天，排队等候的时间就过得比较快。然后也蛮感谢 CP 大大邀请我们来玩，还送了一堆 UP 的产品，根本赚烂。那影片的最后，让跟我同队的 YouTube 大前辈肉笔头的 Roy 和阿翔分享一下爬101垂直马拉松的心得。所以你们刚开始查到成绩都查到？有查到多少？我31，我算超慢的，因为我希望大概5、6是吧？因为他其实去年到今年，他就是整年他都没有任何运动，因为他脚底板发炎。我现在是足底筋膜炎。对，然后我们刚骑车回来台湾，所以我们其实大概也1年多都没有运动。然后我是2507，
我觉得25可以啊，很强啊。小白大概是我的快还得多练，他超快的，练一下，小白练一下。1737，但我觉得比想象中难。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坎大概在可能10楼左右，是一个最大的坎。第二个坎是50楼，但我觉得你有一种进入一个奇怪的时空的感觉，就是你这辈子从来没有机会爬到88楼或者91楼这么高，所以我觉得你会在一个很酷又好累，有点烦，是不是该放弃、该休息之中，就是你会琢磨。但是我觉得只要你不要停下来，你反而比那种冲刺修来讲，不停下来是最快的。哎，没错。我就是冲刺修类型的人。但一句话推荐，我觉得只要你是台湾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对，我觉得他可以列为列入你的清单。就台湾人必做的可能几件事情之一啦，可能爬玉山吧，有日月潭之类的。蛮有趣的，因为平常没有这个机会啊。对，真的，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可能我一开始的标准就是完赛，确实也比我想象中喘，因为我觉得空气稀薄，超稀薄。对，然后不要在赛前的时候去吃什么油炸物之类的。你刚刚吃麦当劳？对，我到60-70楼的时候，我就一直有点，然后我想，真的有点想吐。我跟你说，我没有吃午餐，我有点后悔。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薯条小小的应该还好，越吃越像说，但因为它太油腻了。耶！感谢大家可以来玩啊！我觉得一般人的心得，这个是神的。没有，有机会可以来玩啊！我觉得还算蛮好玩的。那大家下面留言许愿，下次想看我们跟小白去哪里玩？好，我们应该有机会可以一起拍片，一定要的。拜拜。我是小白，我们下次见，拜拜。